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2月25日。那么今天呢，本来想到外面散步的时候录个视频的，因为好几天没有更新了啊。但是呢，这两天呢，这个天气也不怎么好，一直是阴天，所以呢，坐在外面有点冷啊。那我就在家里面啊，想录一下啊。因为这个话题呢，我其实已经想说好几次了啊，就一直没有录。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加密货币投资啊，像比特币啊、以太坊啊，对吧？这些加密货币投资，它究竟是什么？然后呢，它的风险在哪里？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去投资？并且呢，就是怎么样投资啊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吧。那么讲这个东西，我先要讲一讲自己的立场，对吧？因为你可能是加密货币公司的员工，或者你从事这个行业啊，或者说，你是在加密货币已经亏了很多钱了，对吧？这个我呢，自己的这个情况是，我从事这个加密货币投资，但是呢，我是略微赚一点钱的啊。当然，我投资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对吧？像股票啊。什么外汇啊、期货啊、黄金啊，对吧？包括这个加密货币啊。那当然了，就是我是略微赚了一点钱的啊，但是没有大赚啊，也没有什么大亏，对吧？所以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谈这个问题啊。因为前后吧，接触这个加密货币啊，从差不多2014-15年到现在啊，也已经有接近10年了啊。就10年，这个话题或者这个行业，我一直在关注着，我一直在看着啊，并且呢，就断断续续的啊，我也偶尔会去投资一下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就是有2个新闻啊，它是想让我去谈这个话题的啊。一个呢，就是2022年啊，当时全球排名第2的这个 FTX 这家交易所啊，当时这个老板跑路了嘛，老板跑路了，把这个用户的钱给挪用了啊，然后呢他跑路了以后被那个 FBI 啊，美国 FBI 给抓住了以后呢，那么用户就当时要求赔钱，对吧？因为这个老板虽然跑路了啊，有一部分钱给花掉了，那还有一部分钱，对吧？也没有全部都用完，那么这个赔付的这两天开始赔付了啊。但很遗憾啊，像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啊，还有那个什么巴西啊，什么几个国家，埃及啊，还有埃及这些国家的用户呢，你是不能获得赔偿的啊。这个逻辑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你能就是接受这些公司的这些用户的钱，对吧？但是赔的时候就没有了，对吧？但这没办法啊，这就是现实。那么大家也只能够自认倒霉啊。那么第2个新闻呢，又是这2天啊，现在就是2025年全球排名第2的交易所 Bybit 啊，发生了这个用户的资金被盗事件，金额多少呢？15亿美元啊。那么是目前来讲最大的一个交易事件被盗事件啊。那么这个事情，我其实我也被盗过啊。反正有一年吧，就是那个 Solana 的那个什么钱包啊，很多人被盗了啊。当时也是很多钱，我当时就看到新闻以后，我打开我的那个 Solana 的那个钱包一看，呀，钱没了，对吧？被人家盗走了，就转移到别的钱包去了啊。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啊，不是说记住了几个什么密钥啊，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嘛，就没有人可以把你的钱给转走嘛，对吧？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事情就降低了啊，我对这个东西的就加密货币的这个投资的欲望啊，我开始就很少去投资了啊。当时稍微还投资了一点点钱，那么就到现在吧，那我比10年以前啊，肯定有一个
更清楚的一个认知啊，或者说我觉得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看法，对吧？那首先先看一看，就10年以前啊，当我接触到这个加密货币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就当时呢，因为我在上海的我在上海，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上海的那个时候的热钱是很多的就大家觉得一会儿投资这个，一会儿投资那个，什么行业消费要升级了，那个时候谈的是消费升级各式各样的。那么房价呢也是一直在涨。那么有部分人呢，就是炒房赚了钱，或者说什么赚了钱，都在找一些新的项目，对吧？那我那时候就接触到这个加密货币呢，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很多的那种社区论坛或者说网络的这个上面你都会看到大家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加密货币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在20-30岁的人的这个人群里面是非常火的大家都在谈论，觉得呢这是一个未来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行业什么区块链什么这个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就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当时就你就落伍了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好像这个就像当年那个股票刚刚到中国的那个时候就好像你必须得快点要冲进去了解不然就迟到了，你就倒霉了，对吧？那么我们一直听到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就是这个比特币当年是一文不值偶尔那个时候有个人拿比特币只能买一个披萨，反正多少个比特币买披萨，对吧？但你看现在比特币是值多少钱就这个是一直以来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这种感触反正当时这个加密货币在我的眼睛里面它就是一个高科技然后非常神秘还带有一些什么呢？还带有一些这个理想情节，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可能也是由于08年以后钱一直不停的在每个国家都在 QE 都在印钱，是吧？然后呢在当时这个中国这个房价也是一直在翻，对吧？所以就是可能觉得这个钱贬值很快所以那个时候一种声音就是什么呢这个买比特币买这种加密货币当然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政府印的钱什么钱都在贬值，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对吧加密货币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记住了密钥这个就是唯一是你的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把你的钱挪走只有你自己记得住你的什么钱包什么甚至当时还说什么这个东西谁都没办法追踪，什么 FBI 都没办法追踪但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发生的案子，对吧？就政府都去把他们给追踪出来了并且呢，就是后来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加密货币交易所就经不起政府的怎么说对待，对吧？你看那个最大的币安的老板，对吧？美国政府叫他怎么样，他就罚款；就叫他怎么样他就认罪，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当时不过在当时那是1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呢就会去从事这个交易了就去买这个币那个币，对吧？那么大家在宣传的时候会跟你讲的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未来，然后呢，比特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就是你在买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比特币已经涨过头了现在要买个什么什么别的币，对吧？就是当时的那个套路是这样子的那么再讲讲现在我的看法那么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呢，我讲讲我现在的看法。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这个风险接近100%那它就是我觉得它比这个赌场里面去赌博这个概率风险还要高那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首先就是就用户他的
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个 Bybit 交易所，被盗，或者说之前的那个 FTX 老板挪用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交易所，什么暴雷啊，或者关门啦之类跑路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是用户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它是没有监管的。我们如果去银行开个账户，或者说我们去证券公司去开个这个证券账户，这些公司是有监管的你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我在英国开个账户，我可以去找什么英国伦敦金融管理局，对吧？我在新加坡，比如说什么银行关门了，钱不给我了，我可以去找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对吧？那这种事情就是说是一个有一定的政府它有一定的监管的但是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监管的，纯粹就是你自愿买卖，就你愿意把钱去从它这个交易所买东西，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旦倒闭了，或者说什么情况了，那你就没办法，对吧？像 FTX 那个人被抓因为那个老板说白了当时还是个名人，他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出风头反正他被抓，他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但是有一些这种交易所，你都不知道他是老板是谁很有可能这个老板都是什么虚拟人什么的，就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对吧？所以你也没办法去找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对吧？就是交易所的风险。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交易所都是会出这样的问题，对吧？你像那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个 Coinbase 那这样交易所，那么它应该来说目前是有一定监管的有一定监管的。但是纳斯达克公司也会破产，对吧？当然就是说这是两个概念就它是有监管的，当然它也有可能因为别的原因破产，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那前面说的那种就是其实完全凭老板自己的喜好他喜欢黑客被盗了就是黑客被盗了，他喜欢挪用就是挪用，一切只是他告诉你什么原因，你是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有的人又会说你可以自己去搞个钱包反正网上也有各式各样教你怎么搞钱包的，对吧？什么拿个手机或者拿个什么永远不会上线的，或者买一个什么加密货币的那种硬件钱包然后永远不要去链接什么链什么的，点链接，各种各样的但是据我所知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首先对于一个小白来讲，对于一个大部分的人来讲，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对吧？因为一般性人他去投资点钱我还花钱去买一个钱包，是吧？或者说就像我之前已经去弄了一个钱包，但还是被盗了也是，当然看新闻是什么黑客，对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反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那么线下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拿这个加密货币在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换钱的这样的交易，对吧？那么很多约好的线下的什么界面交易，什么界面抢钱界面什么把你的这个甚至就是我知道，就是有的人就是有巨额这样钱的这些人他地址在哪里上线，就是他只要用过这个钱包了，然后别人就能找到他真的就哎呀渴了就是说这个用户的安全性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那再说一下这个投资的这个上面，那么据我观察下来呢，就是比特币它是这个整个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灵魂，对吧？所以呢，就是千方百计的就大家会只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来说呢，都会去维护就是比特币的价值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个比特币都不值钱了，那么
这个行业应该也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呢，目前看下来，就是比特币包括几个就是非常大的机构的这些币呢，它还算是有一定的维护的我只能说是维护。那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每2-3年呢都会有一个新的话题，对吧？就比如说前2年流行那个什么 NFC NFT 就是你买一个什么数字的一个什么图片这种东西的，或数字版画之类的。那么这2年又流行了一些什么新的什么币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在过去和比特币同一时代出来的很多这种币，那么有的已经跌得非常惨了其实大部分都跌得非常惨。那这些币基本上你是很难再看到它起来了因为这个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行业，其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它还是就是靠一个比特币在支撑着。在我看来因为以前那个时候说什么这是一个高科技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对吧？未来会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看到什么应用的实际应用的，就是这些货币能够实际应用到什么领域里面，对吧？唯一的就是我们看到不停的就是大家一直努力的想把这个加密货币怎么样和现在的这个真实的货币给它挂钩起来能够去使用就觉得已经不错了，对吧？就比如说你去很多交易所，你去注册个账户他们都说，哎，我有一个卡只要有这个，你在我这里面存多少这个货币，然后我就给你办个卡，然后你拿这个卡可以去消费那么这个呢，这当中呢会有一个转换，对吧？就比如说大部分的币你在那存100块，它只能给你当做30块的这种额度去使用，对吧？这个是一种有公司有这种信用的功能。那大部分的公司就是你存多少钱，只有你把它换算成那个稳定的币就是什么 USDT USDC 这种换算成稳定币，就是跟美元是挂钩的，才能去消费你拥有其他的币还不行，对吧？就你拥有这种就其他的这种币都不行，你只能拥有到这个稳定的货币你才能够去消费这个是大部分的这个作用。其他的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的吹得很牛逼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功能，到目前来讲都没看到没看到什么实际领域里面。有的就是之前吹得很牛逼的这些什么功能的然后老板一拿到钱，就研发这个币的人一拿到大家的投资，因为当时就是钱很多大家人也很傻，对吧？一听这个币要出来了，然后创始人说有什么样的功能，未来会怎么样，疯狂了就去投钱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看一个比特币原来这么不值钱，突然间涨了这么多倍，那接下来这个币是不是要涨多少倍，是吧？大家都会有这样想法的。结果呢，就有很多这个老板他拿这个钱就跑路了，他也不去什么研发新的东西了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东西就研发不了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不太可能会研发出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结果的事情。有可能就是他现在已经拿到钱了，他去做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为了赚钱，现在已经赚到那么多钱了，我还去干别的东西干什么，对不对？我就拿这个钱，反正又没监管，我跑路就跑路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用户呢，就是除了比特币包括什么以太坊之类的，那其他的可能还有几个币我觉得是有一些价值。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币啊都是昙花一现，就是你也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什么，就它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对吧？所以呢，投资呢它是无限接近99%或者说100%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再讲讲这个投资的这个回报吧啊。投资回报呢，那有些人啊，就是经常可以跟你说啊，就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故事，什么啊，我投资了这个货币，然后一下子翻了几百番啊，我什么用1万块钱，或者说100块钱，就突然变成了100万、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一种故事，对吧？在那各种各样的什么自媒体上都有很多。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假的啊，我认为大部分都是那些就是怎么说，就水军吧，网络水军啊，就给你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散户啊，就是拿个几千啊、几万块钱啊去做一下的。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亏了不做了，他就不做了，就像股民一样。股民为什么股票很多人亏钱？这些股民他亏钱，但是这股票他还依然一直存在着，他一直做下去，是吗？啊，因为有些人他亏他就不做了嘛，不做他就离开这个东西，他就不关注这个东西了。那么加密货币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其实他割了几波韭菜，那么人家就不搞了，这些人就不关注这个东西了。最多他以后跟人家聊起来说，我曾经搞过这个东西，对吧？那一直会有新的人啊，新鲜的血液要进来这个市场的。那么新鲜的血液，他就是要看看这些啊，因为别人一听到一接触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去网络上搜一下，对吧？啊，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呢，这些币啊，当你在整个市场里面去买到它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交易所去买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其实经历了那个涨幅了。那很多人会说啊，那我们到那个一级市场啊，什么钱包什么，就这个币还没有涨之前，我们去买它的原始股，对吧？就听起来是这样这种感觉。那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是这个项目的创造者，就你发了这个币啊，你有可能你是可以去控制这个币的涨，就是在它涨之前就买进去，对吧？或者说啊，就是在一个市场可能特别火热、特别好的一个时候，但现在应该来说不是啊，不是这个市场最好的时候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比特币一直撑在10万美元啊，撑了一段时间，撑不下去了。可能市场上就是增量也没那么多，或者说这一波行情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或者说就是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像过去的话，那个是普遍大家拼命在印钱的一个时代，对吧？那么有可能就是有源源不断的血液会进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大家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一直在印钱，对吧？虽然我自己啊，就我目前我对这个比特币的看法，我依然认为啊，它在未来几年里面，它有可能会涨到20万美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那我的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市场它要存在，它要继续做下去，那它必须要有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就是比特币。如果比特币它起不来，那这个行业是吸引不到新鲜的血液的啊。那如果这个行业它没有被消灭，那么它一直活下去的话，那这个比特币始终就是会涨的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那么我自己投资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些经历呢，我也可以聊一聊啊。首先呢，就是我基本上我是拿很少的钱去买这个东西，纯粹就是一种娱乐的心态啊。因为就整体的感觉吧，我对这种就是我自己也讲不清楚的东西啊，或者说就是细节上
很难说服我的这种东西，我不太会去投资啊，就是冒很大的风险，对吧？啊，但是呢，我几次投资啊，其实我到现在一共也就买了几次。第一次呢，我是买了一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喜霸呀，对吧？还有就是那个 XRP 啊，我基本上就买了这两个币啊，这个是哦，还有就是那个 Solana，就是那三个币啊，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那么最后再说说它的这个风险吧啊，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呢，它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去投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判断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东西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比特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他的币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呢，就是交易所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它的这个你最后盈利了，这个钱啊又是怎么样子的啊？像从事加密货币交易，你这个钱你是不能够转到银行去的，它是不认可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如果未来比特币跌到5万美元了啊，我真的想去投资这个东西了，对吧？啊，因为我如果去投资比特币了，首先它肯定是跌到5万美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它会涨到20万美元，所以就是5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这个利润的空间，是吧？那有这样的利润空间呢，我应该不太会去买一个什么比特币放在手里啊，因为我对这个钱包啊，对这些交易所啊，我都没有什么好的信任感。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我去购买一个什么 ETF 啊，或者说买一个比特币相关的股票啊，就是它是被金融机构所认可的啊，我是可以正常的这个钱是有明确的来源的啊，或者说被这个税务机关可以认可的啊这样的一个钱，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会去投资的一个看法啊，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